有埋伏！这是神枪手顺溜的封神一战，仅凭一人一枪就压制住了几百头伪军。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最疼他的三营长却在此战中踏上了不归路。由于鬼子俘虏了10几名新四军战士及6分区司令陈大雷的老婆，于是军区大司令亲自坐镇指挥营救行动，并让三营长带队在鬼子押运人质去镇上的半道上设伏，打算打鬼子一个突然袭击。原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可不料鬼子的狙击手山本早已潜伏在此，洞悉了一切，而这也为这场营救行动埋下了隐患，战局瞬间变得被动了。山本这一枪并不是攻击，而是给山下的鬼子车队传递了情报，这瞬间将新四军的伏击优势化为被动。与此同时，潜伏在山坡上的顺溜也发现了鬼子狙击手的踪迹。鬼子的狙击手眼见伏击意图已经暴露，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顺溜果断暂时放弃与对方狙击手纠缠，第一枪就击毙了鬼子指挥官松井身旁的卫兵。这一枪目的明确，制造混乱，强行破局，大战就此引爆。三营长一声令下，战士们纷纷朝山下的鬼子发起了猛烈射击，这瞬间导致鬼子死伤一大片，双方也随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。而此时战士们相较以往的战斗欲望那是更加的强烈，只因山下被困住的新四军战士里还有他们司令员的老婆吴妮。然而鬼子其实也多留了个心眼，并没有将吴妮关押在车队里，而是让鬼子坂田带队在后面单独押送。不过当听见前方响起枪炮声后，坂田为了一雪此前差点被6分区团灭的耻辱，便将吴妮安排给伪军司令吴大巴拉看押，他们则前去参加战斗。而这也正好给了顺溜机会，因为他此次的任务正是营救保护好吴妮。几百米的距离，一枪毙命，顺溜的枪法就是准啊！这一枪让伪军们彻底慌了神，也达到了心理震慑的作用，因为他们曾在三道湾体会过这种被顺溜神准枪法支配的恐惧，如今恐惧被再次唤醒，所以再也不敢轻视了。然而如果吴妮就这样被救走了，吴大巴拉知道自己肯定也活不了，于是只好让手下的伪军先前去送经验值。吴大巴拉明知不敌，却依然命令手下送死，这看似愚蠢，实则是他在鬼子与新四军夹缝中求存的扭曲智慧。首先，他这一招，就算到时候吴妮被救走了或者跑了，他对鬼子有交代了，因为有伤亡，就能证明他尽力阻击过了，不至于最后又被扣个未战的罪名。其次，万一这场战斗新四军赢了，他也有被迫战斗的痕迹，或许能换一条生路。毕竟他的人都只是炮灰，并没有真正伤害吴妮，接二连三的露头就秒，顺溜这神准枪法让吴大巴拉都有点绝望了，甚至不死心的他还想找到顺溜的大致方位，结果却差点被一枪爆头，这才彻底老实。哎呦，司令啊，新四军的神枪手盯着这臭娘们呢！臭娘们怎么不见了？臭娘们怎么不见了呢？此时的吴大巴拉已经没得选了，吴妮已经不见了，回去还可以找个理由搪塞鬼子，至少可能还有个活路。可如果留在这儿，一露头肯定就被顺溜给秒了，这点他还是看得清的。与此同时，鬼子指挥官松井虽带队展开了反击，但三营长他们占据了地形的优势，且鬼子这边没有天然屏障掩体，很快就将山下的鬼子消灭了一大半。如今摆在他们眼前就一条路，放弃车上的人质，然后麻溜的跑路。随着局势一边倒，这本是一场十分成功的营救行动，被鬼子俘虏的10几名新四军战士获救了，而吴妮也成功的与大部队会合了。可三营长却踏上了一条让无数人心中都意难平的路。由于担心独自在执行任务的顺溜的安危，三营长竟独自前往山上寻找着他的踪迹，而也无意间步入了鬼子狙击手山本的射程范围内。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个假设，如果三营长没有大声呼喊着顺溜，亦或者就在山下等顺溜执行完任务，他的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。玩来的不要动啊！